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，长得丑的人如果没有钱，甚至连繁衍后代的权利都没有。而如果长得特别丑的人，就算有钱也没有妹子。而沈浪就是一个丑的连繁衍后代这项基本权利都没有的男人。当然，沈浪的丑不是天生的。曾经的他超级帅，而且还在国内最好的医科大学念书，从小学开始就有女生暗恋他，狂热的追求他。然而在大一的时候，可怕的意外发生了。他在做实验时瓶子炸开，浓度不低的硫酸喷了他一脸，还有半个胸膛。帅气绝顶的面孔被毁了，他从天使变成了魔鬼，丑得让人不敢看第二眼，比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还要丑，那是一张让人几乎要做噩梦的脸。沈浪从人见人爱变成了人见人怕，几乎没有女生敢在他的脸上目光停留超过2秒钟。沈浪已经失去了俊美帅气的外表，他就选择成为一个高尚的灵魂。研究生毕业后，他没有继续念博士，也没有选择留在大学的附属医院，而是去了最艰苦的边疆。支援边疆10年，他救人无数，获得了无数荣誉，然而依旧没有女人喜欢他。他觉得自己做得好不够，还不足于光芒四射。于是他决定让自己变得更加高尚，最好高尚到让人忘记掉他丑陋可怕的面孔。他选择去了更加危险、更加艰苦的非洲，战火纷飞的国家，天天待在连手术室都没有的帐篷医院。在战乱的非洲某国，他足足待了10年。他获得了更多的荣誉，而且是联合国颁发的荣誉。他每一天都在治病救人，每一天都在动手术。他名扬海内外，成为旗帜一般的人物，成为了奋斗、牺牲、奉献的代名词。他丑陋的面孔上了很多报纸杂志，有很多女人敬仰他，但依旧没有一个女人喜欢他。40几岁的他依旧孑然一身。等到父母离去的时候，他就更加孤独了。他依旧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救死扶伤成为了惯性。此时，沈浪连续动手术27个小时，如同一个机器人一样。整整20几年了，他每一天都在救死扶伤，每一天都在拼命奉献，几乎没有休息过，仿佛一个铁人。这20几年他做过的手术，救过的人不计其数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一个人光高尚是得不到女人青睐的。巴黎圣母院里面的女主角也仅仅不嫌弃卡西莫多，愿意让你在一边看着我而已。沈浪一丝不苟地为一个难民进行断腿缝合手术，没有一点点懈怠和粗糙，哪怕他已经疲倦到了极点。咻！一阵呼啸声由远而近，伴随着是空气的战栗。沈浪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声音，而且朝他头顶飞来，但是他没有半点害怕和躲避，内心反而一阵轻松和解脱。因为这一生他实在是太疲倦孤独了。好累，不过女人都没有睡过就死了，真是有些遗憾。如果生命可以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保证要过上最舒服悠闲的生活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再也不要这么劳碌。如果上天还能还给我一张漂亮的面孔，我保证要用那勾搭最漂亮的女人。沈浪心中发下了毒誓，瞬间他的身体直接粉身碎骨，还有旁边的那台 X 光机笔记本电脑也被炸得粉碎。然后空气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光影漩涡，将所有的一切都卷入进去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了吗？当沈浪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身处在完全陌生的环境。
他躺在一张柔软的雕花大床上，周围的一切都是富丽堂皇。雕琢考究的红木桌子，精美的银质烛台，柔软的羊毛地毯，这些细节无不显示这是一个豪富之家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房间内的一切都是古色古香，没有一点现代地球的家居风格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衫，是上好的丝绸，但款式绝不属于现代地球，更像是电视剧中的古装。床边上有一面大镜子，并不是非常清楚，应该是一面铜镜。沈浪努力起身，鼓起十分的勇气朝着镜子看去。这不能怪他，自从毁容之后，每一次照镜子，他都如同做噩梦一般，自己都会被吓到。看到镜子里面的面孔，沈浪先是惊愕，然后泪流满面。这张脸虽然憔悴苍白，但是却俊美无匹，甚至和沈浪毁容之前有8、9分相似。沈浪确定了一件事，他穿越了，他的灵魂穿越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，穿越到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男子身上。久违了帅气英俊的脸庞，沈浪几乎有些贪婪地望着镜子中的面孔。上天竟然真的给了他新生，竟然真的让他恢复了俊美的面孔，哪怕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这太好了，反正父母离去之后，他对现代地球的就没有什么眷恋了。能够获得新生的感觉太赞了。就在此时，一团复杂的信息涌入了他的脑海，这是属于这个身体原主人的记忆。这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。熟悉是因为这里非常像是中国古代，而且也有类似的文化，用同样的文字，相似的人种。陌生是因为这里不是地球，版图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世界有4书5经，中华上古先贤的那些著作，中华文明的根基仿佛都有。但是中国的朝代一个都没有，没有秦朝，没有汉朝，没有晋朝等等。这很奇怪，版图和历史都不一样，文化却一样。因为这个世界的历史曾经出现过大念灭，之后文明再一次重生，这些书籍被整齐挖掘了出来，成为这个世界文明复兴的伟大钥匙。所以4书5经之类的书籍在这个世界甚至拥有更加崇高的地位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世界是有武功的，个人武力远比中国古代更加发达。此时沈浪所处的朝代被称之为大炎王朝，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，换算之后疆域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，几乎超过了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。这个朝代也和中国古代不同，除了一个中央帝国之外，周边还环绕着许多诸侯国。是诸侯国，不是藩属国，类似周天子和天下诸侯的关系。但是这个中央帝国又比周氏强势许多，这些诸侯国全部奉炎帝为真龙天子。而且单纯文明程度而言，大炎王朝远胜中国的春秋战国，大致和唐宋相近。沈浪现在所处的国度就是南方的一个大诸侯国越国。越国拥有3个行省、45郡和一个特制州，面积超过5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1000多万，商业发达，民风犀利，武道昌盛。宁氏家族统治越国已经超过400年之久。沈浪所在的地方便是越国的天南行省怒江郡玄武城。他穿越这个身体原主人的名字竟然也叫沈浪，关键是2个人的长相竟然有7、8分相似，这应该不像是一个巧合，究竟是何等复杂的原因，此时完全不得而知。但阅读了这具身体的记忆之后，他只觉得这个异世界沈浪
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喜剧。沈浪生长于玄武城海水镇枫叶村，他家是外来户，在沈浪2岁多的时候才来到枫叶村。父母是最普通的自耕农，整个怒江郡山多水多田少，沈浪一家4口加起来也只有区2亩田地2亩山地，父母都非常勤奋，但一年所产连温饱都勉强。尽管出身农家，而且他还不是家中独子，但从小到大父母对他非常宠溺，舍不得骂，舍不得让他干活。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但父母还是将他送去读书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还算是一个读书人。不过他的书读的是相当差，念了10年书，加起来认字不超过1000个。不是因为懒，他反而非常勤奋，成绩差是因为智商太低，够不上脑残的级别，大概和《阿甘正传》里面的阿甘一样，言语温吞，表情呆滞，反应迟钝。除了俊美的面孔之外，他几乎一无是处，在方圆几百里内都是废物的代名词。而他弟弟沈健是个破落户，习武几年一无所获，现在已经沦为一个彻底的泼皮。父母渐渐年长，家中每况愈下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，真正家徒四壁。今年他满18岁了，进镇学读书已经整整9年，但学问依旧很烂。和他一起上学的同窗，有的甚至已经考上功名了，而他依旧在启蒙班，每天都和一群10岁的孩子一起上课。这相当于别人都上大学了，而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。这完全是寒水镇学堂之耻，镇上学堂的老师也不愿意教他了，因为实在是太笨太蠢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于是他被赶了出来。从小到大，父母太宠溺他了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既无缚鸡之力，连砍柴都不会，更别说干农活了。于是回到家后，他就天天拿着木棍在门外泥地上写画画，每月在家吃白食。父母没有嫌弃他，依旧对他嘘寒问暖。弟弟尽管是一个泼皮流氓，但也待他极好，天天在外面鼻青脸肿回来，赚几个铜元养着。他这个废物哥哥也没有怨言。当这些记忆画面浮现的时候，沈浪的身体觉得一阵阵窝心。小时候，沈浪每顿吃白米饭，父母和弟弟就只能喝玉米粥。父亲偶尔在山上猎了一只野兔，会拿去街市卖钱，但每次都会留下一只兔腿，只让沈浪一个人吃。弟弟沈健一边流口水，一边干巴巴扒着碗里的玉米饭。父母真的很偏心啊，把沈浪这个低能儿当成宝贝一样疼爱，弟弟沈健就如同野草一般。而且从小到大，因为沈浪智力低下，所以经常有人欺负。弟弟沈健为了保护他，不知道跟别人打了几架，真是幸福温暖啊。所以记忆到现在，目前为止都很美好，哪怕家里极穷，但真的很幸福。不过既然沈浪穷成这个样子，那为何此时住的房间如此华贵呢？因为他娶了一个超级有钱的妻子，准确说他入赘到了一个豪富之家。玄武城徐家做丝绸和布匹生意，坐拥万亩桑田和棉花田，富甲一方。徐家千金许芊芊在整个玄武城都是顶尖的大美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仅仅在玄武城，哪怕在整个怒江郡的名媛中都是出类拔萃。她从15岁起就帮忙父亲打理家中生意，精明强干，而且还结交了许多达官贵族的千金小姐，让徐家从商贾之家顺利融入了怒州郡的上流社会。这么一个集美貌、才华、富贵于一身的千金小姐，是无数青年俊杰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。
哪怕是上门女婿，也万万轮不到愚笨不堪的沈浪。尽管她长得非常俊美，但她和徐芊芊之间完全是天壤之别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1年前徐芊芊忽发重病，徐财主找遍了周围所有的大夫都治不好，眼看就要香消玉损了。这时有一个方士找到徐家主，说徐芊芊根本就不是得病，而是中邪了，想要救他女儿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成婚冲喜，将厄运和邪气转移到这个上门女婿的身上。徐家主当然不信这个，可是徐芊芊马上就要不行了，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在整个怒江郡公开为徐芊芊招婿。如果是之前，无数青年俊杰只怕要打破脑袋争夺这份姻缘，就算徐芊芊要死了，哪怕冲着徐家的万贯家财，也有无数人争做这个上门女婿。但徐家招婿是为了给徐芊芊冲喜，是为了转移邪气，这样谁还敢上门？一个个唯恐避之不及。美人和金币谁都爱，但还是小命重要。而异世界沈浪这个低能儿，在2年前无意间见过徐芊芊一次，从此朝思暮想。别的青年俊杰或许只是爱慕徐芊芊，而沈浪则完全将她当作神灵一般。自从被学堂赶回家之后，他天天在泥土地上写写画画，大多数都是在画徐芊芊的容貌。当他听到徐芊芊身患重病，需要男人结婚冲喜转移邪气之后，毫不犹豫地冲到徐家，说他愿意娶徐芊芊成婚冲喜，而且完全没有和父母商量。父母和弟弟当然不愿意，直接冲到了徐家阻止这一切，但为时已晚，沈浪已经和婚奄奄一息的徐芊芊拜堂成亲了。就算如此，父母弟弟也要坚持将沈浪带回家，结果被徐家轰了出来。当时徐府的管家给父亲沈万50金币，但直接被父亲扔了回来，他说绝对不会拿着卖儿子的钱。就这样，沈浪成为了徐家的赘婿，一个长相俊美、智商地下的乡村穷小子进入了豪富之家。当然，沈浪做徐家上门女婿完全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梦中情人徐芊芊，哪怕成婚冲喜，听上去完全是无稽之谈。但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成婚之后，徐芊芊竟然真的恢复了健康，而且变得更加美丽动人。这让徐家上下不敢置信，喜出望外。沈浪没有任何居功的意思，每天依旧待在自己的小院内读书、写写画画。徐家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有些复杂。徐芊芊能够痊愈，他们当然高兴，但沈浪毕竟是一个又蠢又笨的乡下穷小子，连徐芊芊的手指头都配不上。于是徐家的奴仆婢女们闲话越来越多，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什么穷小子痴心妄想之类的话经常在耳边响起，奴才们望向沈浪的鄙夷目光也越来越露骨，送来的饭食也越来越差，一开始是凉的，后来索性变成馊的了。沈浪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从小到大父母宠溺，在这豪富的徐家吃的反而不如在乡下家中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人赶去柴房居住，连一张床都没有，直接席子铺在地上。沈浪智力低下，为人愚笨纯良，是不会告状的，甚至也不会抱怨，被人欺负了就只会默默承受。后来徐芊芊发现了，大发雷霆，下令责罚苛待沈浪的奴仆们，每人都被抽了10几鞭子，并且当众宣布，以后若再有人敢欺负沈浪，便直接逐出徐家。于是沈浪又回到了华丽的院落居住，而且每日的伙食都极好，甚至每隔1、2日，徐芊芊都会前来与他说话。这些日子对于沈浪来说，完全如同神仙一般。尽管成婚几个月来，不要说同床共枕，
他就连妻子徐芊芊的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，但只要能够经常见到他，听到他的声音，沈浪就已经无比满足幸福了。但就在半个月前，沈浪忽然得了重病，徐芊芊为他找了好几个名医都治不好，甚至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他每一天都变得虚弱，变得奄奄一息。直到今日，他直接一命呜呼，这才让地球沈浪的灵魂穿越，占据了这个身体。所以他短暂的人生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，还是一个愚蠢的悲剧。沈浪内心一声叹息，紧接着他发现自己脑子里面除了两人的记忆之外，竟然还有其他东西，充满神奇玄妙的东西。他不由得凝聚精神，想要在脑内一探究竟。而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这个废物应该死了吧？他也真能抗，竟然撑了这么多天才死。死了才好，免得耽误我们家小姐。是，这么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还是一个乡下的穷小子，还妄图迎娶我们家千金小姐。就他那贱命，那么承受得了这个福分？果然命折了。不过就算他死了也值了，我们小姐是天上一般的人物，每日都对他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我们小姐就是心善，像这样脑子有病的人，竟然每天能够和他聊上半个时辰。徐芊芊曾经下令，任何人不得欺负沈浪，否则直接逐出徐家。所以之前这些奴仆婢女也不敢这么讥讽沈浪，只不过这几日眼看沈浪就要死了，也听不见了，所以他们胆子又渐渐大了起来。这几个奴仆婢女一边讥笑，一边开门，每隔半个时辰，他们就要进来一次，查看沈浪的身体。去看看他咽气了没有？进门之后，一个婢女捂住鼻子道。紧接着下一秒钟，这个婢女发出了一声惊呼，不敢置信望着沈浪。半个多时辰前，他刚来看过，沈浪明明已经气若游丝，满脸死气，现在不但没有死，反而坐直在床上，尽管身体虚弱，但竟然有些精神奕奕。你没死？婢女脱口而出。是，我没死。沈浪道。几个奴仆惊讶地盯着他的脸，足足好一会儿，那个为首的婢女道：赶紧去告诉老爷，去告诉小姐，沈浪没死。然后几个奴仆婢女匆匆地走了出去。差不多1刻钟后，进来了一个大夫，是徐管家带来的。他翻了翻沈浪的眼睛，又给他把脉，足足好一会儿后，惊讶道：真是奇也怪在，这么重的病，眼看就要死了，竟然莫名其妙好了。旁边管家道：李大夫，沈浪这身体确定是好了吗？好了，没有性命之危了。李大夫道。徐管家也笑道：李大夫果然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。李大夫犹豫片刻道：老朽这也是碰巧了。徐管家道：沈浪，你好好休养。然后他带着李大夫离开了房间。沈浪从床上下来，站在镜子面前，仔细地看全新的自己，真是非常俊美啊！尽管很虚弱，但是充满了年轻的气息。不仅如此，之前的沈浪虽然俊美帅气，但眼神呆滞，表情愚笨，看上去并没有多少魅力，就仿佛一个木讷的雕塑一样。而现在的沈浪，双眸充满了灵气，脸上的表情生动深邃，
和之前完全是天壤之别。重生了，真好。在镜子面前看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沈浪坐在桌子面前，拿起一本书细细观看。当然，他此时是看不进去书的，只是摆摆样子。因为他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他脑子里面究竟多了些什么？除了2个沈浪的记忆之外，还有其他东西，他不由得在脑子里面进行搜索探寻。然后他惊讶地发现，脑子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电脑画面。这太惊奇了！这个画面很眼熟，完全是他那台戴尔的外星人笔记本电脑啊，里面存满了各种资料、书籍、游戏、电影等等。在现代地球，沈浪每一天都在动手术，生活非常枯燥，而且非洲的许多地方网络状况很差，沈浪不得不把大量的书籍、资料下载的硬盘里面。可以说这台电脑陪伴了沈浪绝大部分的闲暇时光。在脑子里面，沈浪随便打开电脑里面的一本书、一个电影、一个游戏，竟然完全畅通无阻。这太神奇了，整台外星人笔记本电脑都钻进了他的脑子里面。不仅如此，沈浪还有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，不是在脑子，而是在眼睛上。于是他努力凝聚精神于双目，更加惊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沈浪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变了，不再是正常人眼看到的世界。他能够看到抽屉里面的剪刀，能够看到花瓶里面的水，能够看到盆景土下的根茎。没错，他能够透视。当然，这不是很多都市小说里面能够看穿女人衣衫的透视，而是 X 光透视。就好像医院里面的 X 光机能够看穿人体的经脉和五脏六腑，也如同火车站安检的 X 光机能够隔着一层箱子看到里面的物件。然后沈浪想起来，当时炸弹在他身边爆炸的时候，炸碎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，还有一台 X 光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。现在他们竟然跟着沈浪一起穿越了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不过应该没有别的稀奇古怪东西跟着一起穿越了吧。紧接着沈浪忽然想起，既然都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了，那外星人电脑和 X 光能不能结合啊？他本能地将这2个能力凝聚在一起，望向了桌子，顿时连桌子内部构造和纹理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而且他脑子里面清清楚楚浮现出桌子的信息：书桌、材料、紫檀木，重量157千克；花瓶、瓷器，年份15年。这就有意思了啊！这2个功能加起来，就好像一个智能扫描仪一样，不但可以看出内部结构，还能解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门被打开，一阵香风袭来，然后一道温柔迷人的声音响起：“沈浪，你真的痊愈了，妾身实在是太高兴了。”沈浪不由得转头望去。首先，他看到的是一具纤细的骨架、经脉，还有五脏六腑，因为他正处于 X 光透视的视野。眨了眨眼睛， X 光视觉褪去，恢复了正常的视觉。然后沈浪见到了一个婉约美人，果然是万里挑一啊！这精致的瓜子脸真的仿佛画中美人一般，这窈窕的身段增一分则肥，减一分则瘦，这肌肤如羊脂，吹弹可破。难怪整个怒江郡有无数的青年俊杰为之痴迷，这个女人的美貌、身段、气质无一不是绝妙。难怪之前的沈浪看了一眼就为之痴迷，甚至为了拯救她性命愿意牺牲自己。她不仅仅有万中无一的美貌，且气质优雅，
浑身上下充满恬静和书卷气息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，更像是一个拥有历史底蕴的贵族之女。这个女子当然就是沈浪的妻子徐芊芊。见到沈浪的第一眼，徐芊芊微微一愕，稍稍有些诧异，因为她发现了沈浪的改变，面孔依旧是那个面孔，但是精神和气质仿佛有些不同了。她来到沈浪的面前坐下。沈浪，你能好起来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。徐芊芊柔和道。沈浪。徐芊芊沉默了片刻，又道：这些日子你父母来过家里好几次，他们非常想念担心你，你母亲甚至几次跪在我的面前请求将你还给他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沈浪瞬间听出了话外音，不过他故旧装得非常木讷，让徐芊芊觉得刚才第一眼见到沈浪的情形是一个错觉。见到沈浪反应这么迟钝，徐芊芊不由得有些为难。他的这些话如果跟聪明人说，对方早就听明白了，但眼前这个沈浪完全是一个愚蠢的低能力，对这些话毫无反应，这让他一下子都不知道如何开口。嚯！就在此时，房间的门被用力打开，一个英武之极的锦衣男子直接走了进来，来到徐芊芊的身后，在她头发上亲吻了一口，讥笑道：这是一个脑残，你跟他说的这么委婉，他怎么可能听懂？然后他傲慢不屑的目光望向沈浪，道：我叫张介，你竟然没死，这很好，那么你可以滚蛋了，回你的乡下狗屋去。沈浪不由得朝这个英武不凡的张晋望去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，甚至目光也没有多少感情色彩。张晋道：连这话都听不懂，那我说的再明白一下，你这个破落户入赘徐家本就是冲喜的，现在芊芊身体已经好了，你连她的一根手指头都配不上，所以你被逐出徐家了，从此之后芊芊和你没有半点关系，因为她要嫁给我了，明白吗？沈浪不由得将目光望向了徐芊芊，这个记忆中一直都非常温柔完美的女人。徐芊芊目光稍稍有些懊恼，眼前的这种情形违背她的完美形象，她原本想要用一种更加安静的方法断绝和沈浪的夫妻关系，但谁知道张晋直接捅破窗户纸。沈浪的眼睛始终盯在徐芊芊美丽的面孔上，仿佛想要从她这里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。深深吸一口气，徐芊芊温柔道：沈浪，你很善良，但是非常抱歉，我们之间不合适。沈浪对这张好人卡没有反应，我长得那么帅，不需要好人卡。徐芊芊道：你的父母非常想念你，一直恳求我们将儿子还给他，所以你回家和父母团聚也好。沈浪依旧盯着他，没有说一句话。徐芊芊心里有些恼怒了，眼前这个沈浪竟然如此愚笨，他的话都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啊。哼！旁边这位华贵的张晋公子有些不耐烦了，冷哼了一声。徐芊芊微微讨好的望向他一眼，然后声音稍稍冷了一些道：沈浪，非常感激你对我的感情，但我们真的不合适，所以你还是回家吧，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是夫妻了。沈浪看着徐芊芊，又看了一眼张晋，笑了一下道：好，我回家。张晋讥笑道：你这傻子的脑子真是没救了。然后他搂着徐芊芊的小蛮腰走出房间。半个时辰内滚出许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张静寒声道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外面依旧传来了张静的声音。张静道：我们要抓紧了，祝氏家族向玄武伯爵府求亲，一旦让祝红雪和金木兰先成婚，这两人身份太贵重，我们的婚礼就没有那么显赫了。玄武伯爵府的金木兰。徐芊芊的口气有些复杂。对。张静道：她可称得上是玄武城的公主了。他的口气更加复杂。接着张静问道：你可经常见她真如传说中那么美丽，武功那么高强，兵法那么厉害？徐芊芊道：这位玄武城的公主很傲，不会出席过我们聚会的，太守家千金邀请她都不理会的。人家是几百年的豪门贵族，当然傲。张静道：对了，这件事情是机密，你不要对任何人说。徐芊芊柔声道：妾身知道此事深浅。张静和徐芊芊离去之后，沈浪重新来到镜子面前，嘴角露出了一道讽刺的笑容。出现眼前这个局面，沈浪真是半点都不意外。在阅读这个身体记忆的时候，沈浪早就发现在2个多月前，徐芊芊就对他进行了各种暗示，比如有缘无分，又比如家中父母非常挂念沈浪之类的话。但是之前那个沈浪智力低下，哪里听得懂这些暗示，所以完全无动于衷，依旧幸福地待在徐家。徐芊芊的这些暗示全部无效，所以1个月前沈浪忽然就患了重病，理由都是现成的，邪气转移到了他沈浪的身上。当然沈浪不能立刻死去，所以徐家为他找了一个又一个大夫，结果当然是救不回来。所以在1个多时辰前，这个世界的沈浪死了。可是谁又想到，地球的沈浪竟然穿越了过来，上演了一出死而复生。或许是因为敬畏沈浪这种死而复生的奇迹，又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，徐家没有直接杀人。权贵公子张晋直接捅破窗户纸，让徐芊芊也揭开了伪装，直接出口将沈浪赶出徐家，断绝了夫妻关系。真是仓促啊！穿越到这个世界后，他的赘婿生涯只维持了1个多时辰。徐家这碗软饭是吃不成了，看来要找另一碗饭吃了。当然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加上又有 X 光透视功能，他养活自己和家人是很简单的，开一个医馆就可以了。但是上一辈子他每天都在治病救人，身心俱疲，这辈子只想享受荣华富贵，过上悠闲生活。好不容易穿越了，竟然还当医生，也未免太没有出息了。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张英俊的面孔，可不能浪费了，一定要找一个更牛逼的下家。哼，你徐芊芊还嫌弃我废物，我沈浪还看不上你徐家呢，一介商人而已，老子要找就找一个有权有势的贵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需要好好经营一下自己的名声，带着一个脑残的标签，可勾不到美丽动人的贵族妹子。方圆几百里内，最有钱有势还没有结婚的妹子是谁呢？玄武伯爵府的千金小姐金木兰，没错，就是她了。刚才徐芊芊也说了，这是百年豪门千金，玄武城的公主。沈浪没有任何东西可收拾的，因为徐家内没有他的任何财物，直接便要离去。时不待我，他必须赶紧去经营自己软饭大业了。砰！房门再一次被打开，只不过这一次是蛮横撞开。徐管家带着4个习武家丁冲了进来，指着沈浪厉声道：大胆沈浪，
你一个乡下的穷小子，入职我徐家之后，不但偷取府上的钱财，而且还非礼府中丫鬟，这等罪行本应该被活活打死。但我徐家是良善之家，暂且饶你一条狗命。老爷有令，解除沈浪和小姐的婚姻关系，立刻逐出徐家。沈浪心中又一笑，这才对，赶走他，沈浪也是需要原因的，肯定要将脏水泼在他身上。入赘徐家这几个月，他连半个银币都没有碰过，更别说偷取钱财。至于非礼丫鬟之事，就更加荒谬了。为了你的小命，为了你父母弟弟的命，出去之后你应该知道怎么说吧？徐管家寒声道：差点忘记你是一个脑残了，你给我记清楚。出去之后你就说你偷了徐家的钱财，非礼徐家的丫鬟，所以才被赶出去的。说错了半句话，你的全家都会遭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沈浪道：滚吧。徐管家道：哎，这就走？沈浪走了出去。慢着！徐管家冷喝道：搜他的身，这样的下等货色手脚不干净，别让他偷走家中的半个银币。几个家丁上前搜身，沈浪全身上下没有半点东西。就你身上的衣衫是丝绸的，都值几个银币？像你这种破落户，一辈子都没机会穿，便宜你了。徐管家挥了挥手道：来人，将沈浪驱逐出去。就这样，沈浪被几个家丁赶出了徐家大宅。在被赶出徐家的时候，一路上丫鬟们对着他指指点点。这个废物，终于被赶出去了。他一个穷货，在徐家白吃白喝几个月，已经是便宜他了。小姐是何等人物，竟然在名义上跟了他几个月的妻子，真是玷污。不过他长得真的很帅。长得帅又有什么用？比猪还要蠢，完全是一无是处的废物。徐家很大，几十亩的大宅子，整整走了几分钟。滚吧，滚回你的乡下狗窝去！一个家丁用力将沈浪往前一推，沈浪一阵踉跄，出了徐家的大门。砰！后面的大门用力关上。抬头望着天空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在脑子里面想了想，找到了记忆中家的方向，沈浪朝着西北方向走去。这里距离他家足足有40几里，要走好长一段路呢，而且这还是大晚上的。走出了几百米后，沈浪忍不住朝徐家大院回头看了一眼。他会报复的，而且很快，不超过3天。而且接下来他的报复会源源不断，君子报仇从早到晚。许芊芊站在楼阁的最高处，看着沈浪离开的背影。这小子命大。身后传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，他就是创下偌大基业的家主徐光允。父亲，今天我们做的太露骨了。徐芊芊皱眉道：这样有违我的名声。没办法。徐家主道：张晋公子一定要看到这一幕。我们徐家发展到今天这一幕，需要一个大靠山。张晋公子是我们家能够企及的最佳良婿，让他高兴最重要。至于我们家的名声，无所谓的。许芊芊应道：再说沈浪这个低能儿再老实不过了，回去之后他不会乱说的。徐家主道：当然他若是敢乱说的话，说不定
他父母家人就遭罪了。徐芊芊又皱了皱眉头，她觉得父亲这种话不应该说出口。夜色寂静，月光明亮而又朦胧。沈浪连夜赶路回家，一路都是虫子鸣叫。走了大约10几里路，忽然几个身影拦在了他的面前，5个持刀武士围住了他，3个在前面，2个在后面。这里荒郊野外，不见人烟。沈公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一根布条直接绑住了他的嘴巴，让他无法出声。另外一根布带绑住了他的眼睛。然后5个人带着沈浪在密林中7拐8绕，走了差不多1刻钟。片刻后，沈浪被带到了一个地方，停了下来。有人解开了沈浪眼上的蒙布，这是一片乱坟地。总共有8个人，都拿着刀。有4个人在挖坑，一个很长很深的坑。帮主，坑挖好了，动手吧。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道：“把沈公子请到坑里面去，然后填上土埋好。事后记得要点蜡烛上香，免得沈公子走得太凄凉。”这是要将沈浪活埋啊！几人上去就要将他坑杀。沈浪一个美男子，哪里敌得过这9个江湖大汉呀？眼看必死无疑。慢！沈浪冷喝道：“天帮主，你命不久矣，